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咱们继续来探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那在上期视频里，咱们主要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讨论了为什么打压式的人际关系是绝对有害的，以及怎样去识别和警惕这种关系。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从中国的历史和制度的角度来简单讨论一下，为什么这种打压的人际关系，或者说 PUA 在中国如此普遍，以及为什么中国人不擅长去识别这种关系。在过去的这些年，当我和很多朋友聊天时，我逐渐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许多人由于在中国受到集体或人际关系的束缚和压迫，会产生强烈的自我保护的心理，他们会向往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能打扰自己、干涉自己。他们认为真正强大的个体就是能够享受孤独的，是不需要任何人的赞美、欣赏和承认的，因为一旦暴露出需要，就会被控制。结果是，他们否认了自己的社会化需求，认为若是群体才需要抱团取暖，如果我在意别人的看法，说明我的灵魂和人格还存在某种软弱性，还不够强大。他们出于对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厌恶，产生了这种对个人主义的独特认知。这当然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这种个人主义也是应激和防御性的。实际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在于个体是否孤立，是否需要在群体中，而在于群体的组织原则。人在世界上必然是需要和他人建立联系，组成集体和社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别在于，集体的组织原则截然相反。在个人主义下，集体和人际关系的组织原则是建立在个体的权利、利益和身份认同上的，小到两个人的朋友和恋爱关系，大到一个社团、公司和政党，都是为了每一个个体的利益而存在的。因此，这样的集体就是充分尊重个体的选择权和自主权的，在彼此自愿的基础上，个体有权利缔结一个组织，也可以因为这个组织违背了个人利益而拥有退出的权利。个人主义下的个体恰恰比集体主义下的个体要更擅长利用集体去满足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因而也更加具备社会化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将结社权几乎等同于个人自由本身。他说，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于这门学问的进展。因为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民主国家要人为地创造这种作用，而能够创造这种作用的正是结社。在中国，结社这个概念对多数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大家很容易想到政治结社或者经济结社这种有实体的正式的结社，但其实结社完全可以，也应该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它可以是朋友关系、恋人关系，可以是个人为了获取社会支持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比如我自己做这个 YouTube 频道，吸引认同我观点的人，大家在评论区表达对我的欣赏，给我点赞，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结社。虽然这种结社并不存在一个实体的组织和机构，是非常松散的联系，但的确满足了我的需要。结社甚至可以是临时性的关系，比如面临危机时，几个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分工配合，选出一个执行者来解决问题等等。总之，结社可以涵盖一切人际之间的自愿的连接和互动，只要这种连接满足了个体的精神或者经济需求，都可以视为一种结社形式。在美国游历期间，美国人发达的结社能力给托克维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只要美国的居民有人提出一个打算向世人推广的思想或意见，他就会立即去寻找同道，而一旦找到了同道，他们就要组织社团。社团成立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知道和行动将被人们仿效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发表意见，人们也会倾听他的意见。而在集体主义社会下，集体被视为是本位的，集体的组织原则是高于个体自发的认同和自身利益之上的，个体在原则上是要牺牲自己，要被动的适应、服从于集体的目标的。因此，与个人主义下个体拥有缔结和退出集体的自由相比，
集体主义下的个体往往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中国的婚姻普遍不被视为是两个个体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联合。个体在婚姻中不是优先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伴侣，而是满足家族和家庭的利益。因此，父母在子女婚姻中拥有巨大的话语权，而子女出于满足父母的期待，也会接受父母安排的相亲，或者选择符合父母期待的伴侣。这样的婚姻当然也是没有离婚自由的，因为离婚会牵扯到两个家族一系列利益纠葛。再比如在中国的学校，教师经常强调学生的成绩差会拉低班级的平均分，许多学生由于在网络上揭露学校的阴暗面，而被其他同学批评为抹黑学校的荣誉等等。因此，中国的学生在退学和休学上的羞耻感也要更重一些，即便是学校存在明确的问题，很多学生倾向于归因于自己不能适应环境，仿佛退学意味着自己在道德上有亏，而不是出于理性权衡后的一种自发选择。朋友关系中也是如此，中国人的朋友关系不仅是单纯的个人情感的交流，而且也包含了一种义务和面子的观念。为了维持集体的和谐氛围，个人经常会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或需求，甚至做出牺牲，以满足集体的期望。比如有人不喜欢喝酒，但为了不破坏聚会的气氛，不去扫兴，以及顾及朋友间的面子，他可能会勉强自己喝酒，甚至喝到身体不适。总之，集体主义下的组织往往是不允许轻易退出的。集体的存在，不论是显性的纲领、纪律、意识形态，还是某种无形的氛围，都阻碍和抑制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虽然每时每刻都处于集体的裹挟和包围中，但由于这种集体并非自己自发选择的结果，而是要求个体去牺牲、适应、服从和奉献一个个体之外的目标，因此个体反而经常感到孤独，没有被爱、被尊重和被支持的感觉。集体主义下的组织经常表现为非自愿、不平等、组织性和纪律性更强的特点，比如与自愿且松散的现代西方政党相比，列宁式政党的内部要高度不平等，充满了纪律性。再比如黑社会、秘密结社和宗教极端组织，都是不允许成员轻易退出，上了贼船就别想下去，一旦加入就要求对组织忠诚，对上级服从，而民主国家的结社则是公开和自由的。因此，集体主义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使彼此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也要倾向于去复制和建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这就表现为爹味、控制欲强，喜欢干涉和窥探别人，因为他只熟悉这一种交往模式。我们说，人的个性只有在这种自愿、平等和松散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且这种社会联系必须是多元和丰富的。当然，这个话题我们会在下期视频里详细去论证。这里我们首先要探究的是，为什么中国人不擅长建立能够彼此支持的人际关系和团体呢？在上周的这期讲文革创伤的视频里，我们简单的提到了文革对于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影响，这个视角仍然是有意义的。就是虽然文革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恢复对他人的信任，学会缔结一种个人本位的人际关系，这种能力不是短期能够恢复的。由于缺少大规模的系统的反思，毛时代遗留的精神创伤仍然被广泛的继承下来。如今，人们更容易识别出毛时代在政治上的复活，但在政治之外的影响力，尤其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影响，则是缺少洞察的。就人际支持而言，我们说，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那种独立于官方的人际支持，在毛时代恰恰是被极度污名化的，有各种各样的大帽子可以用来贬低这类独立于中央或者官方的小团体，比如宗派主义、分离主义、团团伙伙、闹独立性、地方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等等。在当年，这是非常严厉的指责。比如1966年，毛泽东就批评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次批评也可以视为文革的前奏。当然，这些大帽子有一些是为高层权力斗争定制的，并不能直接适用于普通人，而且这些小的集团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有多个利益集团并存和竞争，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单一权威的操控和集权，从而起到制衡的效果。而毛时代对小团体的批判，归根到底是为了否定那些非官方的人际连接，从而使个体只能依附于那个唯一的权利。这些概念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为了消灭那些对抗自己的小团体，毛泽东发明了这些概念，同时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来破坏小团体内部的支持，这可以形象地表述为掺沙子、挖墙脚。1940年，毛泽东已经取得了对军权和党权的控制，然而在宣传领域，意识形态的解释权长期被流苏派掌控。王明、张闻天等人可以通过诠释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从而在理论和宣传领域享有崇高的话语权，而毛的那一套被视为狭隘的经验主义，难登大雅之堂的野路子。面对这种局面，毛的做法是一边拉拢和稳住对手，一边提拔一些在党内根基较浅的青年理论家，将这些人渗透和安插到对手领导的部门里，通过提拔这些缺乏资历的年轻人，使他们建立起对毛本人的依附性关系。最后，毛选中了陈伯达、胡乔木等人。陈伯达虽然有留学苏联的背景，但与王明等人没什么关系。尤其重要的是，陈伯达的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比如他主张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来自外国的马列主义结合起来，这深刻地符合毛泽东渴望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化、民族化的想法。因为这些留学派喜欢引用外国权威来压制自己，所以一旦完成了对意识形态的本土化，就可以有效瓦解对手的权威性。胡乔木则是以下笔成章的能力被毛选中的，他擅长为毛的演讲稿和想法做修辞和文法上的加工整理。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了毛泽东在宣传领域的得力助手。到了1942年，毛直接将那些流苏派理论家们称之为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号召延安的青年们大胆批评和冲击他们。在延安整风中，受打击的留学派大多为重要干部，一些人甚至是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无论是论其资格或是运动本身的目的，他们都应被列入中央学习组。不过，为了防范这批人在中央学习组扎堆结伙，互为呼应，毛在编组上也做了精心安排，将这些人打散并编入了10个小组，并且在每个小组内部安插了自己的干部，从而起到监督和牵制。这就导致了对手的总数虽然很庞大，但每个人在微观上又是少数的、弱势的。通过敲打和拉拢周恩来等党内元老，毛泽东成功地将党内潜在的小团体打散，通过在组织和思想上设立严密的控制系统，使对方无法形成独立于自己的小共同体，闹独立性。在这方面，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大师。1949年后，这种掺沙子、挖墙脚的策略就被推广到了更广泛的民众生活之中。在农村、土改、农业集体化和镇反等运动瓦解了传统的乡村领导结构，打破了村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信任网络。农村社会中具备号召力或组织能力的个人，特别是原本有影响力的乡绅、地主等，被划为剥削阶级，失去了话语权，这使得农村形成地方性自发组织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在去年10月26日的那期讲躺平的视频里，我们也提到了政府对农村地区二流子的改造。在陕北农村，二流子指的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具有很多恶习且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也就是游民。被定义为二流子的群体中的确有很多人具有恶习，但根据周海燕的研究，二流子们被改造的主要原因还是自己不从事生产，同时煽动农民质疑和抵制政府的公粮税收。他们号召农民们躺平，同时在农民中广泛散播这样的观点：你们只生产自己1年食用的粮食就够了，多余的还不是被政府征收去了。这些话语非常容易有说服力，容易激起农民对政府的不满，因而遭受了官方严厉的打击。某种程度上，这些农村地区的游民相当于某种原始和初级的意见领袖，他们在农村起到了传播信息、扩散思想、凝聚共识的功能，而这是让官方非常警惕的。在城市中，官方运用了类似的分化手段，以阶级身份划分为基础，避免自发的小团体形成。通过强化阶级这一核心的身份认同，
官方可以通过操纵对阶级的定义，使民间难以形成自发性的支持网络和独立的团体。例如，通过工作单位、邻里监控，甚至家庭内部，使居民的个人生活被完全渗透。工作单位作为官方组织的延伸，控制了个人的社交圈和生活空间，单位之间彼此隔离，使得工人和知识分子难以形成跨单位的连结，大规模的下放、调职、再教育等，也是对社交网络和支持结构的一种破坏。总之，人们无法依靠属于个人的身份认同去社交，无法建立超越于官方话语之外的人际纽带。虽然毛时代已经过去，然而那种对意见的警惕、对集体和权威的依赖、社会信任的缺乏，以及原子化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延续下来，形成了难以根除的社会创伤，并且至今仍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社交模式。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下周还会继续讨论。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那最后再强调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很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